库尔斯克战报，乌军击毙俄234团团长。乌特工潜入莫斯科，获俄军第4坦克师机密资料。乌军无人机来袭，莫斯科多地大火。卡卢加州俄空军基地被击中。顿涅茨克，俄军改变战术，作战重心南移，誓要拿下弗勒达。科什大桥装铠甲 S1，无导弹摧毁亚速港。仅剩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疑似被炸身亡。精彩资讯即将开始。9月23日，乌俄双方均持续在格鲁什科沃地区保持攻势。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攻入沃尔菲诺，围消洛耶南郊，并抓获了一批俘虏。此外，据 ISW 报道称，乌军95旅还在一未知名区域成功突破了俄罗斯边境，目前正向深处推进。俄军则在斯纳格斯特方向推进，目前已控制了维克托罗夫卡，并出现在戈尔德耶夫卡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攻势中摧毁了俄军精锐第76师第234空降团指挥中心，击毙了该团团长亚历山大·维亚切斯拉沃维奇库林，也就是那位绰号船长的著名中校指挥官。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俄第234团的指挥部第一次遭到乌军突袭。此前的8月22日，乌军无人机就曾摧毁了一辆库林乘坐的汽车，只不过那次库林运气好，意外逃脱，只清除了234团的副团长尤里·米哈伊洛夫。而这次库林运气耗尽，直接在乌军的空袭中丧生。而俄第234团由于接连2位领导被清除，目前已处于没有指挥官的状态，因此接下来乌军可能会以此为突破口有所行动。除此之外，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攻击愈发常态化。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克兰特工再度渗透到莫斯科附近，并成功潜入俄军第4坦克师的新指挥中心。据悉，这支俄军曾经的精锐部队自2022年在哈尔科夫战役被乌军击溃后，其预备役一直在莫斯科附近的纳罗弗明斯克市重建。而从乌军特工现场拍摄的画面看，该市指挥部虽至今仍未装修完成，但里面同样有不少重要文件。目前，乌军已从这里获得了该市的精确坐标和人员数据。接下来的乌军行动值得我们的期待。与此同时，9月23日凌晨，乌军的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莫斯科约270公里的卡卢加州。据开源情报报道，当地的沙伊科夫卡空军基地被击中，发生剧烈爆炸和大火。目前暂无该基地受损状况的详细信息。不过，该基地长期停放着能轰炸乌克兰的图22 M3轰炸机，如今遭遇打击，说明乌军依旧在削弱俄空军力量。此外，莫斯科的波多利斯克火车站附近也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不断。据悉，起火点是从一个贸易展览馆，目前火灾面积已达800多平方米。莫斯科东北部仅13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市也陷入了火海，烟雾正吞没城市的上空。目前同样不知道是否为乌军袭击导致，但近期莫斯科发生的火灾的次数正急剧攀升。从仓库燃料到弹药库，再到交通运输，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事件。特别是近期对俄军托罗佩茨和季霍列茨克弹药库的打击，火力军甚至觉得俄乌战争马上以俄罗斯战败结束了。有分析认为，此轮俄军弹药库的爆炸将使俄军减少至少2到3个月的弹药供应，将极大影响俄军前线的战况，尤其是乌东战场。据 ISW 援引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报告显示，受俄军弹药库被炸和攻入库尔斯克行动影响，俄军在赫里伯克利普奇战线已彻底转入防御态势，通过无人机打击和铺设地雷来阻止乌军推进。同时，俄军通过海军人员组建新作战营，并改善该战线的后勤和通信，以待时机夺回失去的阵地。在沃夫昌斯克被困在骨料场内的俄军，目前正利用大型地下设施充当掩护和隐蔽地点来阻击乌军。同时，外部俄军通过无人机和装甲车运载货物，对其进行补给。一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军官称，乌军也因此无法在沃夫昌斯克发动大规模反攻。在斯塔里奇亚，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的报告显示，俄军正在巩固该地阵地，并派出第2摩托化步枪营的2人小组从定居点附近的俄军阵地撤离受伤人员。此前，前顿涅茨克民兵发言人爱德华·巴苏林声称，俄军已抵达季赫，但该说法尚未得到证实。据《金融时报》9月23日援引一名乌克兰营长表示，俄军在红军村方向改变了战术，不仅放慢了向红军村的推进速度，并通过机动性强的部队采用类似瓦格纳的突击战术，试图从多个方向包抄乌克兰阵地，且作战重心放在了库拉霍沃和弗勒达战线。
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连续2天出动27辆装甲车，试图攻破波布耶达村附近的乌军阵地，但遭到乌军第323旅阻击，在被摧毁16辆装甲车和60名士兵后，无奈败退。在顿涅茨克附近，俄军出动35辆步战车和9辆坦克，试图突破乌军第79旅的防线，但结果乌军仅用步兵火力就摧毁了5辆俄军装甲车，从而导致俄军内部出现恐慌，在丢下约30名俄士兵后撤逃。在弗勒达，俄军正在从3个方向逼近，是要切断该镇乌守军的后勤和退路。如俄军夺去了沃迪安以西的3号煤矿，该矿是乌军守卫弗勒达镇东北侧翼安全的据点之一。又或是在西侧从普雷什蒂夫卡方向行动的俄军，通过夺取与卡什拉加奇河平行的防风林，向北和向东推进到弗勒达，纵深2.65公里、宽5.8公里的地方。乌克兰在弗勒达抵抗了近2年，在整个战争期间数次击退俄军的大规模攻势，如今因种种因素不得不撤离。俄方消息称，弗勒达的乌守军正在从其东南部撤退。在黑海水域，乌克兰特种部队夺回了博伊科塔天然气开采平台，并展开对该平台的保护巡逻。在黑海更为关键的克里米亚，由于乌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俄军对科什大桥再次进行了紧急加固。据悉，俄军正在科什大桥部署更多的防空系统，同时又在附近的土兹拉岛上建造高度约为30到35米的金属塔。建成后，其上会部署铠甲 SEM 防空系统，从而为科什大桥提供额外的防空保护。由此可见，俄罗斯还是很担心欧美会解除乌克兰的武器使用限制，认为科什大桥这座违章建筑会成为乌军的抢拆对象。与此同时，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动用改进型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亚速港。尽管有俄军防空系统保护，但从当地社交媒体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未击落来袭导弹。现场目击者也称，海面已经冒起了黑烟。当然，也有可能是海王星的神奇碎片给港口造成了如此大的打击。有趣的是，塔斯社援引莫斯科方面消息称，乌军攻击亚速港动用的导弹是暴风阴影，并且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2枚，让人误以为欧美已解除了限制。但截至目前，美国仍未明确宣布取消乌克兰的远程武器限制，但从俄方的举动看，这一趋势却是明显的。卫报也援引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的话表示，英国正在就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使用暴风阴影导弹一事和白宫进行微妙的谈判。他更是直言称，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过程，欧美应该完成突破。但不管如何，从黑海到亚速海，乌军对俄军港口的打击范围正不断扩大。黑海舰队也从黑海撤至亚速海后，又撤退到了更远的索契。以军再次出手，精准轰炸了加沙数个目标。随后，网络上就开始疯传，炸到了哈马斯仅剩的领导人辛瓦尔。如以色列媒体称，辛瓦尔可能在最近一次空袭中丧生，又或是以色列情报部门说的，过去2周内，哈马斯发布的所有信息都是以辛瓦尔名义发布的，并不是辛瓦尔本人。不过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个传言。远在卡塔尔的哈马斯更是第一时间反驳以色列媒体消息，称辛瓦尔没有死亡或受伤。对于辛瓦尔的死亡，目前以色列国防部正在确认当中。当然，如果辛瓦尔真的被炸，火力军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且不说过去近1年时间，以军对哈马斯的彻底消灭式打击，就最近一段时间，以军的轰炸就非常有针对性，基本都是收到情报后精准出击，力无虚发。比如前2天 F-35空袭黎巴嫩真主党会议现场，现已确认此前所说的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旅指挥层被团灭，其中包括伊朗驻黎巴嫩的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扎萨、真主党2号人物伊布拉希姆·阿吉尔，以及美国悬赏500万美元的真主党指挥官阿里·塔巴塔贝等。又或是9月23日，以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5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其中真主党2名高级官员谢赫·阿里·阿布里亚和穆罕默德·萨里赫在空袭中被消灭。此外，在空袭的同时，以军第98师还将重装备运输到北部边境，准备随时展开地面进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明确表示，真主党必须撤退到以色列边境130公里的利塔尼河以外地区，不然连续空袭后就是不可避免的地面行动。以色列给真主党画了这条红线，真主党不知道会不会遵守，但上述的行动均展示了以军恐怖的情报和行动能力。除真主党外，其他势力一时间变得异常安静。内塔尼亚胡也是铁了心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他在最新视频讲话中表示，在过去几天里，我们对真主党发动了一系列严厉打击，如果对方还不明白这其中的信息，那将保证他们很快明白。这话显然不只是说给真主党听的。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将采取一切手段和方式，确保北部地区居民安全返回。毕竟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不再是以往哈马斯一卖惨就收手的以色列了。据印度国防新闻网报道，
印度打算对现役的 T-72主战坦克进行现代化升级，然后将其出口到国际市场，重点是针对非洲、中东和东南地区的买家。印度目前拥有2500多辆 T-72主战坦克，是西陆军中的绝对主力。而印度之所以要对其进行升级，然后出售，主要是因为印度想要购买更多的先进型坦克，比如 T-90主战坦克。这些 T-72主战坦克的升级工作将会在阿瓦迪重型车辆上进行，主要升级内容包括改进火控系统、增强装甲以及换装更好的发动机、增强目标捕捉能力以及机动性能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印度无法独立完成 T-72主战坦克的整体升级工作，所以此次升级将会由俄罗斯技术供应商提供一部分的技术支持。如果这一升级加外销计划取得成功，印度可能会探索出口其他俄罗斯军用车辆的可能性。据 Deck 平台消息，德国陆军此前只有4个炮兵营，而且每个营装备的155毫米 PZH-2000自行榴弹炮、梅尔 S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 K-15空中侦察无人机。自2005年以来一直服役至今，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为了加强炮兵营的作战能力，德国于2023年10月重启了第5个炮兵营。近日，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再次对外宣称，将要在2035年前组建出10个炮兵营。按照德国计划，未来将会为新的炮兵营累计招募6000多名士兵，并且还对配备的装备进行更新。例如，火箭炮选择的是欧洲版 P-ULS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榴弹炮也将会选择 KNDS 公司开发的 RCH-155。据中时新闻网9月24日报道，美国推出了一款新型自主防空系统，名为牛蛙 BULL-DEFROG， 它由 M-24机枪、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设备以及相关雷达共同集成，能够通过远程控制机枪炮弹，实现检测、识别和压制敌方无人机等功能。在美国国防部的实测活动中，牛蛙已成功拦截无人机，证实了其功能的可靠性。另外，它还可由各种轻型车辆载具搭载，而且单次击落无人机的成本仅需10美元，完全符合美军对低成本可快速部署武器的需求。因此，待该系统技术成熟之后，很可能会成为美军反无人武器中的一把利器。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自2017年以来，美军就意识到医疗部队的不足，于是启动了第68战区医疗指挥部项目。时隔数年，直到今年9月20日，该医疗指挥部终于在德国西南部的森巴赫营正式成立。其指挥官麦克表示，随着这个医疗指挥部的成立，将会弥补目前区域盟军后勤战力空缺，有望大幅提升该地区作战部队的战场效能。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9月22日，在斯瓦特地区，当地警方正在护送来自12个国家的外交车队，突然遭遇路边炸弹爆炸袭击，造成1名警察死亡，3人受伤。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大使霍列夫当时也在这个车队中。尽管事发后当地已派出大量警力来调查此项袭击的幕后黑手，然而截止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也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月23日，美国海军补给舰大角号在阿曼外海搁浅，导致船舱内部进水，已无法进行补给作业。由于大角号是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燃料补给舰，目前美国海军正在紧急商讨解决方案，或将寻找一艘商用油轮来临时替代大角号，以便继续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等船只补给燃料。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海军最终真的确定选用商用油轮为临时替代舰，那么就必须要对油轮进行重大改动，使其能够承受海军补给任务的特殊压力和运营需求。比如要安装综合货物处理与加油系统，该系统包含有专业的加油设备，如加油软管、高容量燃油泵等，这些都是海上安全转运燃料的关键装置，以便进行海上补给作业。同时还要安装美国海军专用的通信和控制系统，以确保在加油过程中的精准协调。此外，美国海军还需要派遣专业的船员对其进行操作。
这无疑会让本就缺少专业船员的海军更加头疼。当然，也不排除美国海军会暂时把大角号的船员临时派遣到邮轮上。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 BDA 公司近期推出了最新型的飞鱼 BLCK-3C 反舰导弹，与前代 BLCK-3相比，其采用了全新的巡标器，大幅提升了导弹的抗干扰效能，并具备全天候、全环境作战能力。目前 ，AMBDA 公司已启动飞鱼 BLCK-3C 的量产计划，并陆续向法国海军进行交付。法国海军也在模拟实战环境中，用阿尔瑟斯号成功试射了该导弹，验证了其强大的电子战抗干扰能力。按照法国海军计划，未来所有的一级舰艇都将配备这款新型的飞鱼 BLCK-3C 导弹。需要注意的是，BDA 公司还进行了特别强调，飞鱼 BLCK-3C 导弹并非该系列导弹的最终型号，未来将会根据海军作战需求持续改良导弹性能，以便生产出更新型号的导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葡萄牙海军正在举办 REPNUS-24 多国联演，旨在以水下无人载具构建反潜作战网络架构。该联演从9月上旬就已开始，预计将会持续到9月27日。参与国包含英国、葡萄牙等在内的30多个国家，约2000名参与人员。各国出动多种海陆空以及水下无人载具，来行反潜、扫雷、水温测绘与情监侦任务等。其中，葡萄牙海军还在本次联演上派出了地亚式巡防舰 S333，进行了防空导弹和水下鱼雷、实弹射击等项目，并通过模拟与无人载具合作来抵御各种威胁。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表示，这次联演创下了无人载具参演规模的新纪录，可能会成为未来水面与反潜作战新技术指标。据彭博社报道，美国于9月23日对外宣称，将会与印度合建一个半导体工厂，主要用于生产发射红外线所需的半导体产品，以及抗干扰能力更强、可适用于军用电子产品的氮化镓和碳化硅半导体材料。该工厂将会得到印度半导体计划的支持，未来会成为印度企业和美国太空部队之间战略技术合作的一部分。此外，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2是美国军方首次将此类工厂设置在印度，将会成为印度首个专注军事领域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工厂。至于美国之所以会选择在印度建厂，主要是因为印度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而作为交换，美国则需要向印度提供相应的技术转让。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一位挪威渔船船长近日向媒体透露，他的团队驾驶渔船在巴伦支海偶遇了俄罗斯海军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反潜舰，随后遭到对方的无线电驱逐指令。当他拒绝执行时，该军舰鸣笛示警并发出警告枪声，迫于俄罗斯军舰的火力压迫，渔船被迫绕道而行。随后，据挪威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证实，俄罗斯军舰确实与挪威渔船进行了无线电会谈，但没有记录到警告枪声。另外，有媒体了解到，挪威渔船之所以拒绝俄罗斯军舰指令，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军队曾在挪威巴伦支海的专属经济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并发射了导弹，这引发了当地渔民的不满。据路透社9月24日报道，伊朗正作为中间人，促使俄罗斯向胡塞武装提供保持导弹。目前三方正在进行秘密谈判。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谈判从伊朗前总统莱西执政期间开始，直到现在仍在谈判。但莱西已于今年5月在一次直升机事故中遇难。另外，援引《华尔街日报》7月20日报道，俄罗斯曾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过该导弹，因此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大概率也会向胡塞武装提供，届时其将会对红海商船以及欧美军舰构成更大威胁。不过，截止目前为止，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未对此报道进行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也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